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呢，先分享通通同学的一个体会哈。他说感恩各位老师，说今天竖立30加30分钟，打坐啊30加30分钟，听老师讲课。然后呢说，今天我说我对象多次戒烟未果，为了让他戒烟呢，也为了找人陪我一起锻炼。我带着他今天晚上一起听着老师的课，在那竖立。说当然一开始他是拒绝的，最终我俩协商一致以竖立半小时100块钱零花钱成交。说没想到刚竖立5分钟他就说不站了，可能是他胖说很累，然后就跑外面去抽烟去了。说我还想零花钱管用呢说我还在继续锻炼，说没想到过了几分钟他抽完烟回来竟然继续竖立了。他又坚持了接近20分钟，说我对他大力表扬，说我决定从此改变对他的态度，要多表扬，真的是这样。我们要讲那个后面还要讲这个鼓励方面的问题的说让他跟我一块儿锻炼还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说也反省自己说我多次跟我对象说不能在卫生间抽烟，卫生间抽烟家里满家都是烟味儿。说今天他又在卫生间抽烟，说我当时知道了不能生气，不能发脾气，可是呢又没忍住，说这个要改正通通呢是李海鲜还有曾正竹老师他们2位的孩子他们一家人都在学习传统文化，在坚持锻炼，真的是很好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个行列里面来。我就想就是刚才讲他要表扬他对象我说不单单要表扬别人，更重要的还是要肯定自己要肯定自己。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虽然我们说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要去反思要反省，但是我们这个反思不是说哎呀我天天想我这儿也不对，我那儿也不对，要反思但不要自责，要看到别人的好，更要看到谁的好，更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好。比方说你虽然说没有那么是坚持像父母那样每天都坚持锻炼，他一直也还在坚持而且特别是那么多年轻人他都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我学习了，我一直坚持修心，这就很好。真的，我们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上岁数的朋友，就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要去反思自己，我们要反省，但一定注意不要是过多的去自责，总觉得我这儿也不对，我那儿也不对，也不能这样。真的要去肯定自己，要鼓励自己这后面我们还要讲这样一个内容今天不知不觉已经两岸时空进行了这第800讲了非常感谢两岸时空各位亲友对两岸时空的这种关爱就是过去也讲过很多次了，感谢大家的各方面这样的一个鼓励支持，才能让两岸时空坚持到这个800讲前几天有人就问我说老师说800讲快800讲了，说您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悟我也在想就是从开始到现在不真的你说起来好像时间挺长的，5年多的时间，也800多讲好像很多，但其实做下来之后也是不知不觉之间就做了那么有什么感悟呢？我想就是当他问我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概念，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叫无聊。大家可不要说你做两岸时空做的无聊大家注意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无聊的含义我也写了一篇小文章就关于无聊，我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人生最美是无聊。然后破折号说无聊让站桩有了文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这篇小文章无聊里面呢分成了大概4个部分吧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因为是小文章也在公众号里要发说无聊，第一说生活中很多人无事可做，便觉得怎么样？便觉得无聊。无聊的时候六神无主，焦躁难安。于是呢，就开始打发无聊的时间。你比方说，哎呀，很无聊，怎么样打发时间嘛？在一起怎么样打个牌这个甚至有赌博等等吧，很多事儿。特别每个人可能都会做的，看剧刷手机或者在一块吹牛或者说什么呢？
对别人评头论足啊，说别人，谈谈八卦，说以此为聊。为聊怎么样为聊呢？得存在感。无聊就好像我没有地方可以依靠，说这个说那个，得到一种存在感。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别人经常会说，说那个人很无聊啊，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打牌，也不干什么，在一块儿跟他在一起没有意思。于是呢，就要离开他，去找有聊的。说你就像一根无根的柱子，总得靠着点什么才能够安稳。所以也就是说，无聊的人，神就早了没有了什么，没有了独立性，不能做主。说人没有了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灵魂，只能成为他人的附庸，外物的奴隶。说人随物动，心随境迁。当依靠外物而存在，精气神也就随之流失了。当你的精神非得依靠在外面一个东西上的时候，那你的精神不就随着走了吗？精气神就往外散掉了。这篇小文章的无聊第二部分，无聊二，说2014年5月3号我发了一次朋友圈，我先给大家听哈。说原本5一要带儿子去天津，因儿子忽然发烧，只好在家。说儿子在旁熟睡，我和妻子一起整理家务。说偶尔见朋友圈里有人说高速剧堵，在无聊的等待的时候，那无聊感也悄然的升起。然后呢，破折号说人生最美是无聊。说聊有闲谈、耳鸣、依赖等含义。说无聊呢，那就是没有闲谈，没有耳鸣，没有依赖。说这是多么好的空明清净之境，多么好的淡然独立之性。可世人多离此境，迷此性，而冤枉了无聊。无聊之时，莫失无聊之境。这讲什么意思啊？这个聊有依靠、闲谈，还有耳鸣这样的意思。你看前面是个耳朵嘛。这无聊呢，就是没有闲谈，没有耳鸣，没有依赖。也可以说我的精神不用依赖外面的东西，就能够自足。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这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清净之境，就是我精神是独立的，没有周围外面的东西怎么样，我不需要去依赖它，也没有这些东西的干扰，我不去依附在别的方面，也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沾染我的这个无聊之性，这个独立的精神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我把它叫做空明清净。说无聊不需要外面任何东西，不依靠外面，不依靠名，不依靠利，不依靠去说别人什么，也不依靠什么感官的刺激，我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淡然独立之性。但是呢，我讲说世人多离此境，迷此性，把这东西丢掉了，而冤枉了无聊。无聊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儿，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很好的词儿，它不需要依靠外面，它是自己自觉自立的。但是人一想到无聊，就把它变成一个负面的词了。所以我说，而世人多离此境，迷此性，冤枉了无聊。那无聊之时呢？说莫失无聊之境。你必须平常所谓那个无聊的时候，你不要丢了那个无聊的那种境界。这篇小文章第3部分是讲这样的哈。无聊3说前不久在杭州讲课，一位同学说他学过站桩多次，可都没有坚持下来，总觉得站在那儿呢很无聊。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人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学站桩也知道站桩好，学练就不练了，为什么不练呢？待着很无聊。而听我解释无聊之后呢，他突然爱上了站桩，说能坚持了，说因为无聊让站桩有了文化，站着有意思了。就刚才讲这个无聊说过去站桩无聊，总想找个东西以聊。你无聊嘛，就得找个有聊的。有聊什么？你站在那不好找怎么办呢？那个精神非得有个东西聊才行，怎么办？找不到，站着不动不好找，就不站了。
好多人就是这样，因为太无聊了，他就不站了，总想找个聊。就你那个精神太什么呢？哎呀，没有独立性了，总得依靠一个外面一个东西。我喝杯咖啡呀，我聊个天，刷个手机呀，我好像精神才能够存在一样。就你精神已经软弱到这种程度，不能够独立存在了，没有那种什么独处的能力了。有时候想起来很可怕，你没有独处能力，你就特别容易成为外物的奴隶，别人的奴隶，你自己没有独立性啊。说现在呢，无聊的时候，不是向外去找物以聊，而是向内去看那个无以聊赖，就那个无以聊赖或者百无聊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依靠的，而有光明独立的那个存在，这是无聊三。我说清楚没有？就是你往那一站桩一待，他为什么喜欢上了呢？哦，知道过去无聊就要找问，现在要找内在了。所以站桩他就说有了文化感了。过去就好像就是一个站在那儿站，就我锻炼身体，现在不是这样的了。我要内求诸己，要往心里面走了，这不就有文化了吗？我明了自己的心性了，那就变得不一样了。说无聊之四，大家注意听哈。说站桩或者是竖立亦无聊，大家注意听哈。说站在那儿无聊什么呢？无需念头指导，你站在那儿有念头，我得依靠个念头，不需要，无需念头指导，无需气感的享受。所以我站在那儿，哎呀，这气我很舒服，不需要这种享受，我不需要依靠在这，我不舒服我就不站了吗？我没有这个气感我就不站了吗？不是，说没有标准的束缚，就往那一站的时候，非得说，哎呦，我的胳膊怎么样叫标准？怎么样叫含胸拔背、沉肩坠肘啊、空间虚腋等等等等这一些很专业的这些词儿哈，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哈。你需不需要这个呢？需要，但是你站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东西的束缚，你怎么一待越自然越放松越好，越少脑子里人为我必须这样，我不这样就不行，我得怎么这样，这东西要少，就没有那所谓的标准的束缚，也没有什么呢，没有目标的牵引。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要通过站，我今天一定要站多长时间？我一站，我这个腰疼就得好，我这哪就得怎么样？不是，没有标准的牵引。你不给自己定一个所谓的目标，我一定要如何，不是这样的。也无需呢，我必须的努力。我要努力如何，没有这个。说你的不是说，我得强迫如何要怎么样，也没有这个。也无需呢欣赏我的期待。说我在这站，你看，老师看到我站2个小时，不得表扬我呀？有的人总会渴望得到什么？得到别人的表扬。所以这个无聊，你站在这什么呢？是无聊的，不需要别的东西去依靠，不需要什么呢？念头、气感、标准、目标，我必须努力，还有什么得到表扬的这种期待都不需要。就是我站在这儿怎么样？你看啊，就是无聊，我不需要依靠，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对我的表扬也好，不需要这些，就是无聊的站着。说此刻不混迹过去未来，混迹于市井之间，这个混迹不混迹于过去未来，不是什么呢？一会儿跑过去，一会儿跑将来，就是当下，就是现在。说此刻不混迹过去未来，自己不迷失内思外想。内思外想就不独立，要想东西了。你说外面有东西进来，听到这个都没有，头脑空空荡荡，不需要依靠我想点什么东西，我才能够打发这份时间。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就往那一待，不混迹过去未来，不迷失内思外想，百无聊赖，也无需聊赖，没有任何东西
让我去靠，我也不需要靠任何东西。所以我说，经过800讲这样的5年多这样的锻炼，就越来越体会有什么呢？体会这个无聊，你回归到你的内心了，有那种什么，那种精神的状态啊。下面我就说啊，说我是独立的存在，所谓独立守神，慎其独也。独立守什么立的？独立就是我的精神，没有外面的任何的东西，我就是我，我是独立的存在，独立守神，主要慎其独也。慎独，我们讲慎独，慎其独也什么意思呀？我们讲慎独啊，说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别人没人知道的时候，你自己要好好要求自己。当然是了，但慎独是一个功夫，谨慎的保持你内在精神的独立之性，这叫慎独。那你要想慎独，谨慎的保持那个独立之性，那你就得有那个独立的那种状态。你有这种状态了，你才能保持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那是需要学习、需要修炼的。经常战，哇！当你真的百无聊赖的时候，你所有的精神从外面收回来了。平常你没收回来，你不独立，散到外面去了，都是零散的，所以你看不到那个独立之性。当你百无聊赖全回来之后，那个独立性才在这儿有了，才好真正的那个慎独。如果是你内心对这个独有谨慎的，哎呦，我要保持这个独立，那么我们所谓平常讲的没人看没人听，那个慎独就好理解了。所以你真正慎独，无聊吗？无聊你不就是独了吗？不需要依靠外面，不需要像八爪鱼一样抓这儿，我才能显现我的存在，就是自己一个独立的存在，这叫无聊。说我是独立的存在，所谓独立守神，慎其独也。同时呢，我是完整的存在，我这种独立了，我才完整，独立自主，你才完整。你那个你不独立的话，你就不完整。大概想一想什么？我是独立的存在，下面说我是完整的存在。所谓什么呢？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讲。当我真正所有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完成一个独立的存在之后，那么这个独立，说人要是天合一嘛，你这个人是四分五裂的，你人都没有合一，你如何和天合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我们平常讲说天人合一，大家都会说一锻炼，我一待说天人合一了。你想一想啊，你人都没有合一，你人的精气神都没有合一，人那个独立性都没有，你怎么拿这个乱七八糟的四分五裂的人去和天合一呢？大家想一想，这个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首先你独立了，你才完整了。这个完整，这个你，那就不单纯是你精气神这个你了，你和天地虚空是一体的。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与我为一。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良安社会的亲友经过这么多长时间的锻炼啊，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哎呀，说5年时间，说你不长吗？也挺长。但现在在快餐时代啊，很多人总觉得学传统文化或者锻炼要一蹴而就，学2天我就如何如何了。但这个真的在你生命科学啊，你身体这个生命领域里面，有时候真是来不得快的，就像你生长一样。那小孩他需要一点点长大，你不可能给他吃个什么东西一下子变成多大岁数了什么都懂了，那不现实。他是一步一步的，那真是循序渐进，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功夫也是这样，功夫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些年的功夫啊，能够把这个独立之性，所谓慎独的这个功夫啊，一步一步的，你觉得哟，我这独立性有一点，你再有一点了，再有一点了，再有一点了，哎，那就真的就很值得恭喜了。
当你真正有这个独立了之后，你没别的东西了，你不也就安静了吗？大家想一想，安静不也是这么种状态吗？你自然而然就静下来了。你不然的话，在那儿东张西望，这个精神总得跑外面去找个依附的，你没有独立性吧？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所以这个本安师公算800讲啊，我就过去曾经也讲过这个慎独，有单独把慎独给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无聊拿出来，我不需要去聊。当然，这个不需要的有很多意思。我们从中这个无聊一定不是平常的这种所谓的无聊，也就是说，有平常那个无聊的时候，你别跑外面去找聊，你回来，哦，这个无聊太好了，没有可聊的，这不就是给一个机会给我自己吗？给我自己体会那个独立性吗？这有点像烦恼即菩提也是这样，要往回走啊，往回走啊。好吧，我就讲这个无聊大家注意，你要经常去体会这个无聊，挺无聊，没有可聊，没有依靠了，我那个独就出来了。慎其独也，那个慎独独立，独立可不单纯是我身体独立在这儿，那个精神的独立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灵魂。你独立之后，你才能够自由，不然的话你不自由。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精神依附到这儿，依附到那儿，你怎么好自由？你精神依附到那个人身上，那个人说一点什么就牵动你的心，说你好你就高兴，说你不好你就怎么样，你就难受，对吧？你独立放到别的东西上去，你就随着外界的变化，你的心总是此起彼伏，波澜不断的。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我要有我的独立性。当然，我有这个独立性，我有这个无聊的独立性，并不是说我就不去做外面的事儿了。你真正有这种独立性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一种静定的状态。而得到静定的状态呢，说定能生慧，你才能够更好的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给处理好，过好你的生活。大概想，当然也做好你的工作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2时800讲的时候，我们再去琢磨琢磨这个无聊无聊，真正的锻炼就是从有聊把那个有聊去掉一点，是为道日损嘛，损的那些你精神必须依附在那些东西上面，没有那么多依附了，慢慢，我这都收回来了，我就有独立性了。这个人有了独立性之后，你是一个完整的了，你才能和天地虚空怎么样，和它真正的合一了。好吧，我们先讲就讲这些，现在我们就站起来，来体会一下无聊的站在这儿啊。好，安静，安静。好，脚分开。你往这一站，就是无聊的。手慢慢抬起来，身体微下蹲。那个精神好像精气神全收回来了，依靠在外面，从外物中收回来了。
立守身。好像一下子像过去讲过，一下子切断了眼耳鼻舌身意和外面的连接，一下切断了，完全不依靠，无聊，叫百无聊赖。一切我都不需要依靠，我就独立于天地之间。就有那种无聊之境，有念头来了，不依靠，不需要；有气感来了，不需要。没有那么多的标准，也没有什么目标，就是无聊。我是独立的，精气神，无需外物而存在。就好像关闭感官，百无聊赖。
安静。我们练过的那个藏起来，上一次那个把头盖起来藏起来，就借助那种方法，所以营造一个独立的空间，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体会这种无聊之境，独立之境。不依赖任何外界的人物，也不依赖所谓的观点、想法、理念。我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那个独立的精神，真正自由的灵魂。没有羁绊，没有禁锢。那个灵魂那是干干净净，很纯粹，独立于这清朗的虚空之中。
安静，百无聊赖，独立守神。这个精神它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百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大家请坐，静坐静养。安静，静坐也是一样。肾其独也，独立之性。坐这儿那个精神也是无聊，是独立的，无聊于世间之物，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安静，心息相依。那种无聊的状态，有的时候，比方说有个念头要来了，你也可以跟他说那个无聊，这个念头它要靠着你，你可以说它无聊，像平常那个无聊一样，你不要打扰我，无聊。我不需要那些念头，不需要别的东西去展现我，去表达我，我，就是独立的，我就是完整的。你贪名需要名去有聊，那就说明你那个地方有个贪的东西，贪那个名有缺失，用外面去补，你补不全的。内在要全，要神要全，所谓全神贯注。好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想多做一会儿呢就多做一会儿，想收呢自己就慢慢的收啊，安静。